撤掉！把那个木板拿开了，把那个木头拿开，把那木头拿开。陕西挖出不败战神霍去病墓，墓中出土一把红缨枪，韩光陵列千年不腐。难道霍去病当年用的是红缨枪，而不是梅花枪？可以说他是匈奴噩梦，也是不败的战神。当专家看到红缨枪时，顿时认为难道是歷史记载有錯誤？而當專家還在質疑的時候，棺椁中另一套器物出土，讓專家頓時感覺到被劉徹給騙了上千年。那你知道當年只有23歲的霍去病到底是怎麼死的嗎？他墓中還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？可以說劉徹在繼位的時候只有16歲，也是一位血氣方剛的年輕皇帝。而當時的大漢民族一直被北方的游牧民族欺負，也就是當時的匈奴。為什麼說匈奴會一直欺負大漢呢？這樣就要說到當時劉邦，因為在大秦統一六國後，匈奴一直被打壓，而劉邦上位後，匈奴就認為好欺負，所以劉邦為了和平友善，就一直給匈奴和親，送美女糧食這類的東西。而到了劉徹手裡就不一樣了，血氣方剛有鬥志，他決定跟匈奴來一次較量，於是就任命衛青、霍去病等人為大將。在短短5年時間裡，霍去病將大漢的疆土延伸到北擊匈奴，南吞百越，西征大宛，東併朝鮮，甚至比秦始皇時期還要大1倍。在陝西省的興平市南魏鎮的土坡上，村民意外挖出一些腐敗嚴重的木板，木板上竟有紅漆調配的顏色。村民感覺不對勁，立馬向當地撥打了報警電話，文保部門也是趕赴現場查看。當專家查看時，竟認出這是一座巨大的墓葬群。經過連續幾個月的開挖，從中挖出300多座古墓，其中出土最為典型就是陪葬品，這是西漢早期風格。緊接着出土的就是一大串陶影，要知道這可是戰國時期常用與流通貨幣，從而可以斷言墓主人就是戰國人。經過對骸骨鑑定，竟發現墓主人是位女性，這反常的墓葬方式着實讓專家疑惑。原本女性棺椁中陪葬品大多是各類裝飾品，而這位墓主的陪葬品卻是珍貴的貨幣。所有人還在質疑時，另外的古墓傳來消息，發現更高規格墓葬，頓時認為這可能就是西漢名將霍去病墓。墓主人配上了西漢皇室才能擁有的雲鳥紋飾，那麼墓主人是西漢皇帝還是霍去病呢？那女性墓葬難道是皇室成員的妃子，又或者是夫妻合葬墓？這其中又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撤掉！把那個木板拿開了，把那個木頭拿開，把那木頭拿開。陝西挖出不敗戰神霍去病墓，墓中出土一把紅缨槍，韓光陵列千年不腐。難道霍去病當年用的是紅缨槍，而不是梅花槍？可以說他是匈奴噩夢，也是不敗的戰神。當專家看到紅缨槍時，頓時認為是歷史記載有錯誤。而當專家還在質疑的時候，棺椁中另一套器物出土，讓專家頓時感覺到被劉徹給騙了上千年。只見出土的5塊蓋板上，紋理清晰，用料上層都是清一色的金絲楠木打造而成，這讓專家更是確定墓主身份。因為在古代，金絲楠的用料不僅僅是貴，而是尊，所以說墓主人一定是皇親國戚。正當考古專家從墓中尋寶的時候，一把貫穿整個棺椁的長刃出現在眼前，只聽一聲大叫，這是什麼？原來是把紅缨槍，去除上面的污垢。紅缨槍重見天日，刃端閃着寒光，這下可以肯定，墓主人一定是位武將，且是赫赫有名、備受皇帝老而歡喜的武將。為了盡快弄明白墓主人信息，考古人員立馬對古墓上的蓋板進行分離，打開椁板後，又出現了10塊薄蓋板，拼接成天花板。而天花板上還刻着有雲鳥紋飾。接着考古人員將天花板一塊塊分離，才真正見到了墓主人墓室。墓室分為主室和邊室，邊室主要是大量的陪葬品，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由金絲楠木制作而成的陶俑。陶俑主要有彈奏樂器的服飾，還有站立的士兵。看來這些陪葬品都在被墓主人身邊經常享用的，而死後墓主人希望也能夠得到這樣的待遇，所以才用金絲楠木雕刻成他們生前的樣子。那麼墓主人到底是誰呢？而棺木中出土的一件器物將墓主人推向了高潮。撤掉！
把那个木板拿开了，把那个木头拿开，把那木头拿开。陕西挖出不败战神霍去病墓，墓中出土一把红缨枪，寒光凛冽，千年不腐。难道霍去病当年用的是红缨槍，而不是梅花槍？可以说他是匈奴噩夢，也是不敗的戰神。當專家看到紅缨槍時，頓時認為是歷史記載有錯誤。而當專家還在質疑的時候，棺椁中另一套器物出土，讓專家頓時感覺到被劉徹給騙了上千年。那你知道當年只有23歲的霍去病到底是怎麼死的嗎？他墓中還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？如果從紅缨槍都敢斷定墓主人是霍去病，那大家都知道，霍去病17歲就敢帶800士兵攻擊匈奴，之後在19歲就打的匈奴人唱起了悲歌：使我祁連山，使我六畜不煩息，使我胭脂山，令我婦女無顏色。可以說，在霍去病21歲的時候，就獲得了武將中最高榮譽封狼居胥。然而霍去病在23歲就英年早逝，可以說這也是西漢最大的損失。那為什麼說在風華正茂的年紀就去世呢？霍去病到底有多強？6年時間打了4仗，卻打出了別人60年的戰績。隨手挑一個戰績都是後人一生的夢想。漢朝初年，匈奴多次騷擾大漢，可大漢以陸軍為主，而匈奴大軍以馬術為主，來得快跑得也快，漢軍根本無法抵抗，連劉邦20萬大軍也被匈奴圍困其中。不得已，劉邦只能以和親加送糧送錢方式緩解緊張局勢，這讓很多人都想不明白，甚至連考古專家也十分疑惑。經過專家分析，霍去病的死因有3點，其中最大的可能就是因為霍去病功高蓋主，比自己舅舅衛青還要有風頭，所以被人害死了。還有一種說法是，霍去病竟然當作劉徹的面，將李廣的兒子李敢給殺了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這是要威脅到劉徹的權威，所以被處死了。還有一點就是，霍去病因為參與了太子之間的外戚，所以才被劉徹給秘密下藥的。當然，在《史記》中，司馬遷則是輕描淡寫的句重病而亡，具體怎麼病死的還真不得而知。那你認為霍去病在23歲的年紀是怎麼死的？